大家好，我们这一生啊，总会琢磨一个问题：人到底为什么会生病？今天呢，咱们就先放下那些常见的医学说法，从一个古老的智慧源头里去找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啊，可能会让你对疾病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为什么会生病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听到的答案实在是太多了，五花八门的，有时候这些说法还互相打架，真是让人越听越糊涂。你听听啊，大家说的理由可多了，什么吃的不对了，什么病毒细菌了，还有人说是压力太大，基因不好，环境污染，甚至啊，就是说你太累了，或者干脆就是太懒了，不运动。你听听，是不是每个说法好像都有点道理？但问题是，他们好像都只说了一小部分。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就特别像那个老故事，盲人摸象，每个人摸到的地方不一样，一个摸到腿儿就说大象像柱子，一个摸到尾巴就说大象像绳子。你看，他们都没错，但谁说的都不是完整的大象。或许啊，咱们对生病的理解也是这样，看到的都是零零散散的碎片，那个最根本、最完整的原因，我们可能一直都忽略了。那么，如果说人的看法都有局限，那我们该去哪儿找那个完善的答案呢？咱们不妨啊，先暂时放下这些说不清的观点，来看看一个被称为权威的真理源头，它是怎么解释这件事儿的。这里边呢，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，一边呢是咱们人类的观点，你看它总是片面的、有限的，还经常自相矛盾；但是在另一边呢，是来自造物主的视角，它是完整的、全知的、绝对权威。所以说，只有回到这个源头，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和那个真正的解决方法。咱们来看圣经里的箴言，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特别深刻，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。这句话一下子就点到了核心，我们心里的状态跟我们身体的健康是直接挂钩的，根本分不开。接下来，咱们就得好好聊聊圣经里一个反复被提到的因果法则了。这个法则啊，就跟万有引力一样，是铁定的，而且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。这个原则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4个字：种瓜得瓜。圣经里加拉太书第6章说的特别清楚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你看，这可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，它就像个宇宙定律一样。不光是地里种东西是这样，咱们自己的想法，咱们的所作所为，到最后啊，连咱们的身体健康都逃不出这个法则。那这个播种是在哪里进行的呢？箴言里把答案说得明明白白，一切都从咱们的心里开始。书上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还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生命里发生的所有事，好的、坏的，不括健康不健康，根子都在我们的心里。这个法则呢，首先给我们指了一条通往健康的光明大道。就是说啊，如果我们在心这块田里种下的是顺服的种子，去遵守造物主定下的规矩，那我们最后收回来的果子肯定就是健康。这可不只是个理论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承诺。你看圣经的申命记里白纸黑字的写着，你要是能谨守遵行他的诫命，那结果就是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。你听听这个承诺的分量有多重。当然了，有正面就一定有反面，这个法则同样也揭示了它很严肃的一面。如果我们偏不非要在心里种下违背的种子，那么我们该收的也一样都跑不掉，那就是生病的苦果。关于这一点，圣经说的也是一点不含糊。申命记第28章就把不听从的后果一项一项列了出来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然后就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。而且你看他描述的程度，那真是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使你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无法医治。这些经文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，违背属灵的法则和身体生病这两件事是直接关联的。好了，了解了这个视角下的病因，我们肯定就想问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出路在哪儿？特别是对现在很多人都头疼的慢性病，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药呢？首先咱们得搞清楚，这里说的疗法主要针对的是慢性病，
你想想，像什么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癌症这些，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就得上的，对吧？它往往是一些错误的行为，一天天、一年年，长期积累下来，慢慢变严重的结果。当然了，也得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个因果原则也不是万能的，它不适用所有情况。比如说，突然出了意外受了伤，或者急性食物中毒，这些紧急情况就不算。还有圣经里提到的一些特殊例子，像是约伯受的苦难，还有那个生下来就看不见的人，这一些都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。好，把这些特殊情况放一边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绝大多数慢性病的根源其实都能归结到一个字，那就是罪，也就是违背了属灵的法则。但人呢，常常有个毛病，就是看别人的时候，觉得哎呀，他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才生病的。可是，一旦轮到自己，就觉得我这病跟我的行为没关系。那到底怎么才能走向康复呢？圣经的箴言第3章里其实给了一个方子，就2步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里头的学问可深了。第一步就是别太自以为是，别总觉得自己那套看法最对。第二步呢，就是要去敬畏耶和华，并且下定决心离那些不好的事情远远的。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圣经里给了一个特别有盼头的回答，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看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医治其实不只是吃药打针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切都得从咱们的心开始转变，远离那些错误的根源。这件事本身就是最管用的药。这一点或许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。